又上咗代表日本紅色同埋白色嘅車身，分外奪目。2022年9月23號面世嘅西九州新幹線，顏色同埋外形都有型有款，不過佢令到坊間議論紛紛。直到19世紀中江戶時代完結嗰陣時，日本實施鎖國政策，拒絕同外國進行人同埋貨物嘅交流，只有長崎屬例外，可以保持同唔傳教嘅荷蘭有密切往來。相反，連接佐賀縣武雄溫泉站同埋長崎縣長崎站嘅西九州新幹線，做到其他新幹線孤立，全長只有66公里。一端嘅長崎站係 JR 九州嘅終點火車站，而另外一端武雄溫泉站連接普通火車路線嘅佐世保線，並唔係盡頭。而其他新幹線互相連接，由最北北海道新幹線嘅新函館北斗站，至到最南九州新幹線嘅鹿兒島中央站。雖然冇直通車，但係只需喺東京站同埋新大阪站轉車就可以來往。不過點樣轉車，單靠新幹線係唔能夠通往西九州新幹線。仲有其他引起議論嘅元素，例如最短嘅新幹線只有5個站，全程只需要30分鐘。採用唔係全新嘅車輛，而係改裝 JR 東海嘅 N700S。呢一條路線真係有需要咩？成為最大嘅疑問。最深日本今集係鐵道迷城系列，親身乘搭通車後2個月嘅西九州新幹線，介紹有型嘅車身同埋內部裝修之外，仲深入研究點解呢一條路線遭佐賀縣反對，未能與九州新幹線嘅博多站或者新鳥棲站連接。日本國內都將矛頭指向佐賀縣，自私唔理會運輸網整體上嘅發展，但其實內情未獲大眾理解。睇完呢一條片之後，你應該會愛上呢一條命運曲折嘅西九州新幹線。開住車頭2盞明亮嘅 LED 燈。西九州新幹線列車靠冇咩海鷗號，由武雄溫泉站駛到總站嘅長崎站。原來到達月台之後，車身會變成全白色，車身下部轉向架外圍有上紅色嘅部分都遭遮蓋，車尾嘅 LED 燈發出紅色嘅光芒。車長走出駕駛室，守望住每一位乘客落車，完成短短30分鐘嘅車程。月台簡直就係為乘客同埋送別嘅親友度身訂造，幕門同埋車門之間有1米以上嘅距離，而且可以行到車頭車尾旁邊影相留念，亦俾鐵道迷有機可乘，可以超近距離欣賞呢一架經名家精心設計最新式嘅新幹線。由1964年通車嘅東海道新幹線0系列車開始，白色車身成為咗傳統。今次海鷗號亦都用咗白色，而且係令清潔職員頭痛嘅白色。白色都有幾種，日本塗料工業會規定最白嘅係 N9.5， 生產商盡量避免用近乎純白嘅顏色，因為污漬顯眼，保養花功夫。JR 九州唔理咁多，選用咗近乎極限嘅 N9.4， 下半部採用咗紅色，係由古代起以日出代表日本嘅顏色，亦係神社辟邪嘅顏色，仲係 JR 九州嘅企業顏色。喺籌備階段，名設計師水戶江瑞治提出咗幾款設計樣板，同 JR 九州多番研究之後，決定咗用日本國旗紅白色嘅設計。日本國旗係源於九州，亦稱為日之丸，呢一個配色係最貼切之選。睇睇 JR 九州設計顧問水戶江瑞治嘅原稿，佢最中意大膽嘅設計，尤其是全紅色同埋全黑色嘅兩款。JR 九州嘅會長都讚好，但係公司裏邊大部分員工都反對。你認為呢4款裏邊邊一款最合心意呢？落咗咁多心機嚟設計，其實係有一個唔係咁光榮嘅原因。2011年全線通車，來往博多站同埋鹿兒島中央站嘅九州新幹線有全新設計嘅專用列車800系，嚟配合行駛路線嘅環境同埋客運需求。
但係西九州新幹線就採用咗2020年投入服務，行駛東海道新幹線同埋山陽新幹線嘅 N78S 車輛，以面世咗2年嘅列車嚟做少少嘅改裝，而改裝都係零件同埋車廂裏邊嘅裝修同埋座位，車身外形都冇改動。如果唔喺外表上面花心思嘅話，必定令九州沿線居民大為失望，亦傷咗花咗大量人力物力嚟興建新幹線嘅名譽。但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喺有限嘅資金同埋時間嘅限制之下，大師水戶江瑞治發揮咗功力，讓 N78S 列車煥然一新，簡直睇唔出係出自已經行駛咗2年嘅列車。雖然係同一個型號，但係經過化妝之後，印象產生極大變化。相比一下原裝白色配藍色側線嘅東海道山陽新幹線，紅白配色嘅西九州新幹線化咗妝，駕駛室四邊油咗黑色，令駕駛室唔顯眼，而代表雙眼嘅車頭燈油上咗眼影，睇起嚟雙眼更大更精靈。本來仲想畫上眼睫毛，就好似東京時代行駛緊嘅社區巴士 EK Bus， 同樣都係由水戶江瑞治操刀，真係畫上咗眼睫毛。但係相同嘅方法未能套用喺新幹線嘅面上面，佢就變通一下，將列車名稱嘅海鷗 Kamome 6個英文字以金色畫喺燈嘅上方，既唔顯眼，亦能圓咗自己嘅心願。鼻尖油上咗倒三角形嘅黑色，加上海鷗號嘅標記，成為咗徽號。外形唔係全新，但係感覺全新，屬於沿線居民嘅新幹線大功告成。車身仲有一個其他新幹線冇嘅特色，到處都可以揾到海鷗號嘅日文毛筆字，由興建嗰陣時 JR 嘅社長現任會長嘅青柳俊彥題字。特色唔單止係毛筆字，仲有旁邊細細四方形嘅朱式落款，係青柳俊彥本人嘅。九州新幹線800系列車亦都有毛筆字，但係由九州旅客鐵道公司落款，車身上面有個人名義嘅落款，相信係世界獨一無二。雖然路線短，有少少不倫不類，但係參與興建嘅各個單位都竭盡全力，心血同埋汗水唔能夠睇少。西九州新幹線喺2022年為止運行中新幹線路線裏邊最短嘅路線，只有66公里。咁樣究竟有幾短呢？例如最初通車嘅東海道新幹線，由東京站至新大阪站係515公里，係西九州新幹線嘅7.8倍。第二短同埋第二新，而家正係建設緊嘅北海道新幹線，由新青森站至新函館北斗站為149公里，係西九州新幹線嘅2.3倍。睇咗呢一個比較，就進一步理解西九州新幹線係有幾短，亦都冒起咗一個疑問：點解要興建咁短嘅路線呢？而且並唔係將兩個大城市連接起嚟，一端嘅總站長崎人口達43萬，名氣亦都大，喺世界上獲廣泛認識。而另一端佐賀縣嘅武雄溫泉站，首先武雄市人口唔夠5萬人，再加上佐賀縣以旅遊人氣嚟講，絕對唔算高。喺日本國內經常被嘲笑，乜嘢都冇。今次旅程我親身去咗武雄市，喺市政廳裏邊揾咗2位女高中生，問一問佢哋對新通車嘅新幹線有咩意見。佢哋都話如果連接到博多嘅話，就會試下搭，但係冇衝動想搭去長崎。佢哋嘅意見都幾有趣，日後介紹武雄市嗰陣時會詳細介紹。其實九州嘅路線喺本來計劃嗰陣時分為2條路線，一條係已經通車嘅鹿兒島路線，正式名稱改為九州新幹線；另一條係部分路線通車嘅西九州路線，正式名稱係西九州新幹線。全盤計劃裏邊，由博多站經新鳥棲站通往長崎站，估計全長162公里，即係而家已經通車嘅，其實只係其中一段。大情況同延伸至札幌站嘅北海道新幹線大為不同。西九州新幹線武雄溫泉至到博多之間，到現時為止冇任何建設計劃，加上佐賀縣嘅知事，即係行政之首嘅山口祥義反對建設，
所以計劃能唔能夠實現仲係未知數，有可能永遠都唔會實現，路線保持現狀。但係喺長崎站有一個奇怪嘅發現，由大堂搭電梯去新幹線嘅月台嗰陣時，月台寫上咗新鳥棲同埋博多方向，而唔係舞虹溫泉。明明新幹線只能夠開往舞虹溫泉，但係點解月台嘅指示同現實不符呢？莫非 JR 九州講大話？其實內有乾坤，開往新鳥棲同埋博多方向係事實，但係由舞虹溫泉至到博多嘅一段，並唔係坐新幹線，而係要轉乘接駁特急列車。呢一個做法有啲巧妙。其實喺九州新幹線鹿兒島路線嗰陣時已經有呢個做法。呢一條路線分為2階段通車，新八代站至到鹿兒島中央站嘅南部一段喺2004年首先通車，當時北方嘅一段工程仲喺進行之中。博多站至到新八代站以特急列車接駁，列車名為 Relay 燕號，暫時以現有普通列車路線嚟接駁未完成嘅路段，而燕號就係正式新幹線列車嘅名稱。JR 九州服務周到，喺新八代站轉車嗰陣時，乘客去對面月台相同嘅位置就可以轉車。特急接駁列車同埋新幹線嘅車廂號碼事先已經有配合，乘客唔需要自己揾轉車嘅車廂。呢一個 JR 九州首次引入嘅對面轉接駁車方式，喺今次西九州新幹線亦都有採用。但係同鹿兒島線最唔同嘅係，計劃之中嘅路段仲未落實。而月台上面嘅標記寫上咗新鳥棲同埋博多方向，可以睇到 JR 九州嘅意向，希望有一日可以正式將新幹線帶到博多站，再衝出九州，闖進本州，直通至新大阪。對面轉接駁車方式只需要喺3分鐘之內完成轉車，乘客有足夠時間轉車之外，亦盡量縮短因轉車而延誤嘅時間，服務體貼。不過 JR 九州有少少失策，因為轉車嘅乘客唔係每一個都咁聽教聽話，佢哋唔理會對面轉接駁車方式，一窩蜂咁樣衝到 N78S 嘅車頭影相留念。我都敵唔過佢哋，只好放棄，暫時唔睇新幹線，仔細欣賞特急接駁海鷗號，由3款唔同列車負責，白色車身嘅885系，銀色車身嘅783系。啱啱遇上相同車款來往博多至佐世保，後方橙色車身嘅係特急豪斯登堡，來往博多至豪斯登堡。最後一款係灰黑色車身，好似裝甲車嘅787系。我哋已經買咗下晝3點57分由舞虹溫泉開出嘅新幹線海鷗號37班次指定席車飛，趁列車仲喺打掃嗰陣時，用30分鐘仔細睇睇各款車廂。裝甲車787系車身上面嘅熒幕顯示咗目的地，上面熒幕真係寫住前往長崎，而並唔係呢一班列車實際停站嘅舞虹溫泉。JR 九州真係以博多同埋長崎全線通車為大前提，而下方熒幕亦都寫明咗喺舞虹溫泉接駁新幹線。窺探一下駕駛室，設計四四方方，甚少曲線，甚至座位嘅台都係直線，以裝甲車嚟形容都幾貼切。將台仔油上咗紅色作為點綴，俾人有少少高貴嘅印象。海鷗號37班次列車已經準備就緒，熒幕寫上咗真正目的地嘅長崎。踏上全新嘅旅程之前，都係唔可以擱置3大問題。第一，點解會有九州新幹線西九州路線來往博多同埋長崎嘅計劃？第二，點解喺博多至到舞虹溫泉計劃尚未落實之前，強行駁通舞虹溫泉至到長崎嘅一小段？第三，點解佐賀縣反對部分工程，截斷咗路線嘅一大部分呢？20世紀前半段，火車技術日益成熟，成為陸上大量運輸嘅主角，改變咗昔日人流物流嘅概念。
為咗解決連接東京至到本州最南部城市函關呢一條主要路線運輸量不足嘅長期問題，仲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內首個國際盛典東京奧運會嘅舉辦，政府落實同埋加速興建首條超特急火車路線東海道新幹線，先連接東京至到大阪。1964年通車之後大獲成功，政府即時決定延長路線，動工興建山陽新幹線，將超特急延伸至到九州嘅大城市福岡縣嘅博多。1972年山陽新幹線新大阪站至到岡山站路段通車之後，成績唔錯。眼前嘅成功讓政府萌生起野心，等唔切山陽新幹線全線通車，於1973年公布咗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法，計劃新增興建5條路線。呢5條路線喺日本稱為整備新幹線，目的係為咗完善全國新幹線網絡。5條路線分別係北海道新幹線、東北新幹線、北陸新幹線、九州新幹線、鹿兒島路線，仲有九州新幹線、西九州路線。不過路線就冇覆蓋到4國。鹿兒島路線係已經全面通車嘅九州新幹線，而西九州路線即係西九州新幹線，連接福岡至到長崎。相信對數字敏感嘅觀眾會察覺，1973年公布嘅法律同埋計劃，點解經過咗50年嘅歲月，仲有路線未完全通車，實在不可思議。東北新幹線同埋九州新幹線鹿兒島路線已經全面通車，北海道新幹線剩低嘅路段工程已經進行緊，只有北陸新幹線同埋九州新幹線西九州路線有部分路線嘅工程尚未動工。北陸新幹線餘下路段嘅新大阪至到敦賀路段，預計工程喺2031年開始，2046年完全通車。而家相關人士正喺度爭取提早工程時期，最快提早7年嘅2024年開始工程，2040年前全線通車。而最後嘅西九州新幹線情況更加悲觀，因為暫定路線會橫過佐賀縣，但係佐賀縣只係答應興建武雄溫泉以南嘅路段，一直反對興建相反方向嘅路段。唔單止工程尚未着手，甚至路線計劃仲未有共識。呢一點稍後會詳細講解。講到日本經濟發展，必定要提1970年代嘅石油危機。1973年10月，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東減少石油出口量，缺乏能源資源嘅日本經濟大受打擊，完善全國新幹線網絡計劃即時遭凍結。興建緊嘅山陽新幹線可以喺1975年全線通車，已經係奇蹟。政府已經冇餘力講興建新幹線。另一方面 ，JR 前身嘅國營鐵路公司簡稱為國鐵，因為用咗大量資源興建新幹線，財政惡化，陷入大量赤字深淵。第3條路線嘅北陸新幹線於1982年正式遭凍結，7年之後嘅1989年工程獲許可而動工。1997年群馬縣嘅高崎站至到長野縣嘅長野站路段通車，為新幹線計劃帶嚟新嘅曙光。但係同上一條路線山陽新幹線通車嘅1975年相隔咗22年。關於新幹線整體計劃背景、因果關係、建設進展，日後會獨立詳細探討。講到嚟呢度，首先解答咗第一條問題：點解會有九州新幹線西九州路線來往博多至到長崎嘅計劃？北陸新幹線興建工程由凍結至到實際動工期間，政府為解決國鐵嘅財政問題，於1987年將佢民營化，解體為幾間公司組成 JR 集團，例如 JR 東日本同埋負責西九州新幹線嘅 JR 九州。鐵路公司由國營轉為民營。關於興建新幹線出現更多問題，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西九州新幹線遭到斬件，更遭到其他路線孤立。探討問題確實傷神，中途休息一陣，參觀一下 N78S 全新設計嘅車廂啦。踏入車廂第一步，已經發現油上咗熒光紅色嘅小門檻，提醒乘客小心步伐同埋攜帶嘅行李。所有人都只顧立即去揾自己嘅座位，而冇留意車廂裏邊各種裝飾。
其實喺呢個全灰色、充滿機械感嘅空間，負責設計嘅水戶江睿治大師已經花咗心機。牆上面嘅圖畫由佢公司嘅職員親手喺大川車輛基地裏邊貼上，為灰色世界帶嚟色彩。就算幾細微嘅地方，都絕對唔馬虎。長線介紹呢一點，就係想帶出參與製作嘅人對呢一架新幹線付出嘅心血，遍佈每一個角落。跟住參觀一下指定席車廂，先睇一睇同自由席相連嘅3號車廂。自動門一打開就嚇咗一跳，真係難以相信會咁寬敞。鏡頭冇用特別嘅廣角鏡，亦都冇加特別效果，真係咁闊。前2排各有2個輪椅專用空間，座席減少各1個。指定席每排左右兩邊各有2個座位，總共有4個。比其他新幹線每排嘅2+3更加闊，屬其他新幹線綠色車廂座位規格。每一個座椅嘅靠手、椅背、台仔都採用咗木材，亦都係其他新幹線冇嘅。同東海道新幹線同型號 N78S 車廂比較一下，就一目了然，清楚呢一個車廂有幾豪華同埋幾舒適。留意一下座椅嘅顏色同埋花紋。指定席車廂係1至到3號車廂，而家係3號車廂。近2號車廂嘅客室裏邊有放大型行李嘅架。車廂同埋車廂之間嘅設施之後先再睇。即時睇睇2號車廂，座椅嘅顏色變咗做綠色，花紋亦都有唔同。留意一下喺客室裏邊嘅走廊，同其他乘客擦身而過嗰陣時，上方只需要側身就可以，有足夠空間移動。就算拖住行李篋，亦都冇問題。之後嚟到1號車廂，座椅嘅顏色就變咗做黑色。原來指定席3個車廂座椅嘅顏色同埋花紋都有唔同。雖然綠卡列車裏邊冇屬於頭等嘅綠色車廂，但係指定席嘅所有座椅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其他路線綠色車廂嘅質素。指定席座位嘅3種花紋分別係1號車廂嘅菊花紋、2號車廂嘅獅子紋、3號車廂嘅蔓草紋。4至6號車廂係自由席，座椅相比指定席大為失色，真係冇理由唔選擇指定席。揾到自己嘅座位坐低咗之後，搞搞周圍嘅小設備，已經10年冇坐新幹線，好奇心十足。偶然遇到對頭車駛過，我用咗影片原有嘅聲音，冇加大或者收細。留意一下，極為寧靜。對頭車駛過咗之後，亦都唔察覺，實在嘆為觀止。跟住高速駛入隧道裏面，亦都感覺唔到噪音突然大幅度增加。喺呢一段重複進出隧道，先至明顯感受到噪音嘅變化。車輛速度相當高，唔單止噪音唔煩擾，而耳仔亦都冇因為氣壓突變而感覺到唔舒服。呢啲都係喺文章裏邊揾唔到嘅經驗。列車駛到總站前一個站嘅間早站，完全停低嗰陣時嘅噪音同埋行車嗰陣時相差唔係太遠，可以估計技術人員花咗幾多努力嚟改善乘車時嗰陣時嘅環境。
真係要坐其他型號嘅列車嚟比較一下，順道睇睇路軌嘅混凝土寢木外形美觀，要另外製作特輯嚟睇睇新幹線嘅各種技術。雖然係短短30分鐘嘅車程，廁所亦都係重要嘅設施。趁有時間參觀一下新車嘅廁所，比想象之中靚得多。唔遜色於大型商場嘅，仲有嬰兒換尿片嘅台仔，比飛機嘅廁所高級實用得多。另外有獨立嘅洗手盆，同埋有一塊有燈嘅大鏡，女士們要補妝嘅亦都唔需要擔心。朝頭早搭新幹線返工，亦都可以瞓多幾分鐘，喺車上面化妝都得。原來亦都有男士專用嘅小便格。估唔到喺呢度都掛上咗一幅細嘅畫。另外仲有2個多目的廁所，夠晒闊而且整潔。坐輪椅嘅、帶 BB 嘅，就算係老人家都能夠滿足所需，真係令人唔記得呢一個係新幹線車廂嘅廁所。睇到2個淺綠色嘅煤氣鼓，代表已經到達長崎站。體驗咗短暫嘅旅程，已獲多番感動，對遭批評嘅呢一條路線完全改觀，亦都唔會質疑呢一條路線嘅存在價值，更加想進一步了解佢興建嗰陣時嘅過去。第二個問題，點解喺博多至到武雄溫泉計劃尚未落實嗰陣時，強行駁通武雄溫泉至到長崎嘅一小段？喺1973年完善全國新幹線網絡計劃裏邊，九州新幹線西九州路線只決定咗兩端總站喺福岡市同埋長崎市，中途經咩地方日後先至決定，但大概會經佐賀市。而家已經通車嘅西九州新幹線，由佐賀縣嘅武雄溫泉出發，經同縣嘅希野溫泉，之後進入長崎縣，經鄰近長崎機場嘅新大村，再經大城市間早站，抵達總站嘅長崎。完善全國新幹線網絡計劃裏邊嘅5條路線，1973年嗰陣時並冇提及具體嘅興建時期。西九州路線因為一單意外而有進展。1969年，日本第一艘核動力船陸奧，顧名思義，以青森縣陸奧市嘅大洲市為母港。喺航行嗰陣時發生咗洩漏輻射事故，想返母港嗰陣時竟然遭拒絕。當時長崎縣表示收容陸奧，港口就係著名嘅佐世保。事故之後9年嘅1978年，長崎縣同埋當時嘅執政黨簽署咗保證書，保證西九州路線動工時期唔會比其他4條路線遲。呢一個就係西九州路線有進展嘅背景。過咗7年嘅1985年，國鐵提供咗路線草案，會經過收容陸奧、佐世保市嘅早期，不過世事冇咁順利。因財政問題，1987年國鐵遭民營化，JR 冇幾耐發表咗西九州路線，就算建設費由政府負擔，亦都會造成赤字，計劃出現咗變數。下一年1988年，政府已經冇表明各新幹線嘅動工次序，
西九州路線整體計劃被大幅度改寫。4年之後嘅1992年，顧及建設費同埋投資效果，沿線嘅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達成共識，縮短路線而唔經佐世保市，改為由武雄直通往大村、諫早，最後抵達長崎市。計劃內容大致上落實。原來通車之前20年計劃嘅路線已經冇改動。其實興建新幹線最少要用10年時間，大型建設項目計劃唔能夠輕易作改動。國鐵喺1987年民營化變為 JR 集團之後，改善財政係最優先課題。要巨額興建費用嘅新幹線，需要找尋各種方法減低成本，產生咗局部式或者階段式引入新幹線嘅方式。喺呢個時候誕生咗超特急方式，即係例如隧道同埋橋樑等等各種設施，以新幹線通行為前提而設計同埋建設。但係路軌嘅軌距係窄軌嘅1067mm，而唔係新幹線用嘅1435mm。意思即係原有列車可以喺新設嘅1067mm軌距路線行走。日後財政問題解決咗之後，只需要改變軌距至到1435mm嘅話，就能夠俾新幹線列車行駛。超特急方式係一個分階段嘅過渡式方案。過渡期間，列車最高速可以達時速200公里，比一般路線嘅時速130公里限制較低，對縮短車程有一定嘅效果。於2001年，為突破建設費問題，西九州路線放棄全線新幹線方式，武雄溫泉站至到長崎站段改為採用超特急方式，讓計劃可以踏前一步。至於路線方面，1999年已經決定咗以新鳥棲為九州新幹線鹿兒島路線同埋西九州路線嘅分支點。2000年政府批准咗武雄溫泉站至到長崎站嘅建設計劃。講到呢度已經有少少複雜，並且要睇過包括秋田新幹線嘅之前3集先至可以完全掌握內容。不過可以簡單解釋一下，興建新幹線要用大量資金，為咗減低成本，向路線同埋設施落手，找尋各種方案同埋評估可行性。啱啱介紹咗嘅超特急方式就係其中一個方案。到咗2004年，情況更加複雜。政府為咗解決1067mm同埋1435mm 兩種軌距嘅問題，就諗咗另一種方式，向車輛埋手，研發可以喺兩種軌距上面行走嘅新式列車，軌距可變列車 FGT。喺研發 FGT 嗰陣時，政府已經表示西九州路線裏邊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路段有可能改為採用 FGT 方式。喺呢度組織一下2011年12月嘅政府方針，西九州路線裏邊博多至到新鳥棲段係另一條路線鹿兒島路線嘅共用路線，採用新幹線方式，軌距係1435mm。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保持原有嘅1067mm軌距，武雄溫泉至到長崎結合成為一個建設事業，採用 FGT 方式，軌距係1435mm。FGT 研發以西九州路線為大前提進行，測試用列車已經踏入第3世代，測試一向順利。於2014年為投入服務作準備，而集中測試來回兩種軌距，打算行駛60萬公里，但係竟然1個月就發現車軸出現問題，測試被迫腰斬。2016年因為 FGT 研發未能解決問題，負責研發 FGT 嘅政府提議採用另一種方式，即係而家運行緊嘅接駁方式。之後一年，2017年 JR 九州向政府要求全線採用新幹線方式，當中包括原有保持1067mm 窄軌嘅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段。可惜有關地方政府嘅佐賀縣反對採用新幹線方式，結果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段嘅問題進入膠着狀態，一直無法解決。佐賀縣保持反對，絕不讓步。通車時期逼近，JR 九州只好採用接駁方式，博多至到武雄溫泉以接駁特急行駛，剩低落嚟嘅武雄溫泉至到長崎則繼承標準軌距，改為採用新幹線方式，於2022年9月23號通車。事態峰回路轉，
最後關頭，佐賀縣點樣都唔願意。原來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段興建標準軌距嘅路軌，打斷新幹線網絡。唔少國民都批評佐賀縣嘅做法。不過冷靜落嚟諗一諗，佐賀縣真係有錯咩？新幹線採用咗上下分離模式，下至基建同埋設施由中央政府同埋地方政府興建同埋持有，而上至路線嘅營運由 JR 負責。所以地方政府嘅佐賀縣唔同意嘅話，西九州新幹線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段永遠唔可以以標準軌距連接起嚟。另外，新幹線興建嗰陣時有5個條件。其中一個係與新幹線相近，由 JR 營運嘅一般路線 ，JR 可以選擇改為其他公司營運，目的係為咗減低 JR 管理相近路線嘅負擔。日文稱為平行在來線的經營分離，係一個比較難理解嘅概念。但係同第3個問題，點解佐賀縣反對部分工程截斷咗路線嘅一大部分呢？有密切嘅關係。要說明平行在來線的經營分離，相信要製作另一段20分鐘以上嘅影片，但係喺西九州新幹線嘅情況，從佐賀縣嘅角度嚟諗，反而容易理解。問題路段嘅新鳥棲至武雄溫泉，現行由 JR 九州嘅長崎本線連接，途中經過大城市嘅佐賀市。如果喺呢一個路段興建新幹線嘅話，新幹線同埋現有路線重複， JR 九州好大機會轉型違規。如果 JR 九州放棄經營現有路線，沿線居民受影響，交通反而變得唔方便，至少產生咗專車問題。試想象一下，原本由佐賀前往博多嘅話，可以乘搭 JR 九州嘅特急或者普通列車，最重要係唔需要轉車。但係如果興建咗新幹線嘅話，佐賀至到新鳥棲由新公司接手。喺新鳥棲必須轉乘 JR 九州嘅長崎本線，先至能夠抵達博多，麻煩到極點。如果改為乘搭新建設嘅新幹線，咁樣交通費明顯變得貴。新幹線車程由37分鐘縮短至22分鐘，效果係15分鐘，但係對於乘客嚟講負擔加重。佐賀縣亦都要俾660億日元嘅建設費，費用對效果絕對唔理想。原來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段問題多多，原本嘅路線要點樣安排？沿線居民交通環境嘅變化，新幹線建設費用，仲有新幹線建設路線嘅選址，全部都未有答案，甚至未作討論。JR 九州同埋中央政府、長崎地方政府三方想盡辦法填補新幹線建設費用，希望佐賀縣改變主意。但係問題當然唔單止建設費用，大部分國民亦都冇掌握整個事件，只係盲目指責佐賀縣自私而唔顧大局。其實如果要解決問題嘅話，就要將討論翻返去政府建議 FGT 方式嘅時點。政府未能夠成功開發 FGT， 西九州路線全盤計劃亂咗陣腳。地理上處於邊緣嘅長崎縣希望新幹線全線通車，加強對外交通，促進城市發展，盡量幫助政府補救 FGT 問題。佐賀縣知事山口祥二保持冷靜，為佐賀縣把關，多年嚟唔俾中央政府同埋 JR 九州強行將西九州路線全線駁通。再睇一睇 N78S 海鷗號身上面嘅標記，展翅嘅海鷗同埋代表3個縣嘅原型，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連成一線。呢一個期望幾時先可以實現呢？仲遺留咗一個重要問題：西九州路線幾時全線通車？當然冇人夠資格回答。不過可以預計嘅係，興建新幹線要用10年時間，即使今日落成所有計劃，全線通車都要等10年，即係2032年。跟住重點就係計劃幾時先有進展。列車抵達長崎站，落車嗰陣時感受到自然光，
整體感覺開揚，陽光透過布幕天花照亮整個月台，海鷗號車身顯得分外白。第一次嚟到長崎站，原來喺2020年3月完成高架化工程，全新開幕。單靠外表嘅相片，亦都可以講出新幹線車站開揚透光。但係有一點要去到現場，而且要配合適當時間先至可以發覺嘅。由路面電車站向長崎火車站行嗰陣時，中途望向月台，竟然發現正喺度休息嘅海鷗號，實在大為感動。平時喺月台上面嘅話，根本睇唔到車身底部嘅紅色，但竟然喺車站外面可以欣賞列車。唔能夠唔佩服車站嘅設計師，設計周到，顧及由外面睇車站嗰陣時嘅觀感。關於新鳥棲至到武雄溫泉一段，佐賀縣知事山口祥義曾經喺2019年咁樣講，從來冇要求過興建新幹線，而家亦都冇呢個要求。佢嘅態度強硬，用字亦都唔留情。而實際到咗西九州新幹線通車之日嘅2022年9月23號，有令人驚訝嘅發言。佢話從來冇講過佐賀縣唔會興建新幹線，俾呢一條孤立嘅路線一絲希望。山口知事表示以新嘅想法嚟作討論，例如希望有關單位研究經佐賀市北部或者經南部佐賀機場嘅路線作新方案。不過另一方面，如果唔經佐賀站嘅話，就難以接受。總括嚟講，即係有討論空間。希望中央政府同埋 JR 九州因以上條件作對佐賀縣有益嘅提議。翻返去武雄市政廳，嗰兩位女子高中生曾經話，武雄溫泉站因為新幹線通車而改建，車站比以前變得更加靚。雖然係歷史悠久嘅溫泉勝地，但對於位置於鄉村嘅車站嚟講，實在太有型。如果一日西九州新幹線真係全線通車，嗰兩位女子高中生嘅願望就會實現，可以由武雄溫泉站搭新幹線直通博多站。相信到時佢哋會帶住自己嘅細路搭上海鷗號嘅旅程。